认为《火蓝刀锋》里最大的意难平是什么呢？最后一个你绝对想不到，整部剧首当其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小山的牺牲。作为本剧主角蒋小鱼的灵魂引路人，刘小山可以说就是蒋小鱼三人组的光，曾经的顶尖马尔斯强者，身上背着无数的荣誉和伤病，甘愿褪去了光环，驻守在海训场，将无上荣誉的海军继承全都用在了满身社会气息的蒋小鱼身上。刘小山虽然表面看起来严厉，但骨子里却极其细心。蒋小鱼闯祸导致军旗找不到，刘小山没有责怪，反而打算一人扛。这旗子八成是挂到海里去了，明儿领导们来，怕是要点名批评了。批就批吧，一把老骨头了，一起扛。母亲来电话说要来海训场看他，刘小山强忍泪水，还在考虑蒋小鱼三人。小山呐，以后找我抽你，你怎么能不让咱妈来呢？你自己说，你几年没回家了？我不是怕他们几个新兵蛋子看见我妈来不想家吗？就算对蒋小鱼说话语气重了，也会在深夜主动安慰蒋小鱼。还因为白天的事生气了？没有，生气都不敢承认。是我生气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么重的话，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他将所有的严厉都给了训练中的蒋小鱼，可还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不断在犯错误的新兵。就连野性十足、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张冲也被他驯服，成功把张冲的蛮力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底气。甚至就连性格孤傲偏执的鲁岩，他也是细心教导，让他直面了军旅人生。可就当三人终于醒悟，决心慢慢变好时，命运却给刘小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次意外导致蒋小鱼跟海盗搏斗，危急时刻，他示意所有人躲避手榴弹的攻击，可唯独自己活生生的挡在了蒋小鱼的面前。刘小山倒下的那一刻，对所有人来说就像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在了，而他也在咽气的最后一刻伸出了唯一一次表扬蒋小鱼的大拇指。第二个意难平镜头，同时也是最多人认同的，就是龙百川的牺牲。他跟刘小山不一样，牺牲时除了荣博士，没有人知道。当时刘小山牺牲后不到1个小时，海军陆战队几乎来了一半，渔船都站满了，集体为他哀悼。而龙百川牺牲时，蒋小鱼、武刚他们还在马尔斯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可以说是毫不知情。所以龙百川的牺牲是无声无息的。当他们满心欢喜地回到寿营时，得到的却是今天的噩耗。我们回来了。怎么了？作为龙百川最好的兄弟兼最长时间的战友，全剧最硬的硬汉乌刚也流下了眼泪，而蒋小鱼则是再一次傻眼。他无法想象眼前的龙叔竟然真的离他而去。如果说刘小山是蒋小鱼的救赎，那么龙百川就是蒋小鱼的伯乐。试想一下，当时如果不是龙百川将他带进了军营，蒋小鱼恐怕还是社会上的黑心中介。当他当了一次逃兵，要被强行退伍时，也是龙百川再一次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不许闹狗，快点儿！站着！前方就是你的战友，你们怎么办？快！如果没有刘小山，蒋小鱼可能不会成为兵王，但如果没有龙百川，蒋小鱼的人生就会一塌糊涂。可最可悲的是，龙百川一生都在为海军贡献自己，身体出问题也永远放在第2位。可他努力一生，最终却没看到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新兵独当一面。试想一下，如果龙叔没有牺牲，蒋小鱼几人参加马尔斯回来后，他会多么骄傲啊！火蓝刀锋整部剧都在讲一个火蓝精神，那就是把每一滴热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而龙百川就是诠释这句话的最好象征。第3个意难平，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同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就是乌云和张冲的爱情。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张冲的角度来听，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他们的感情不同于军旅剧轰轰烈烈的爱情，张冲和乌云一直都藏在艰苦的训练和使命下面，既要克制又要隐忍。张冲从不服输，性格刚烈，可唯独对乌云温柔，而乌云巾帼不让须眉，跟男兵一起训练也咬牙坚持。你能想象这2个军营里的异类在一起还需要克制的去释放感情有多难受吗？他们的爱情始于军营，也忠于军营。整部剧从没有任何狗血的告白情节，就连提亲都要来一段考核。这份意难平就是既有爱又有使命精神的克制。而最后一个意难平就是火蓝刀锋整部剧的结束。你是否也从当年初看这部剧的普通青年变成了如今已经退伍的硬汉老兵了呢？等再次看到这部剧时，你已经不是以前年少气盛的你，而蒋小鱼也不再是那个贪生怕死的市井小人物，张冲也从野小子变成了铁血战士，鲁岩也从孤傲的英雄变成了格局广阔的顶尖战士。不仅他们褪去了青涩，就连电视前的我们也慢慢多了一丝沧桑，心里也多了一份家国的责任。纵观整部剧的所有意难平，
不难发现其终极内核：所有荣光皆有代价，所有坚守皆有遗憾。刘小山以身殉道，以命传魂；龙百川鞠躬尽瘁，守望山海；张冲乌云情深内敛，不负戎装，不负初心。一众少年淬火成钢，以青春换家国。这些遗憾从不悲情，反而让整部剧的热血有了温度，让军人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所谓火蓝刀锋，从来不是永不弯折的锋芒，而是明知前路有憾，依旧一往无前的赤诚，是带着遗憾坚守，带着思念前行的无上军魂。